Hello，要进来聊吗？可以啊，老师，走。子泰现在情绪稳定，情绪稳定啊，老师。行，反正现在把他给释放了就，老师您知道蛮快。对我那个随时收集一些反馈。鲁豫都知道了，王悦还不知道。老师很关心我们，老师太关心我们了。老师，我想请您看一看，我是把它最后放在这儿了，我觉得这样。他把它弄到本里了。可以，就是您觉得有哪些问题？您觉得还是有点太笼统，您可以跟我说一说。您看啊，你们前面关于这个新戏的，光你个人的就已经问了5、6个问题了。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待会儿没看子泰的哈，就老师，我们两个的是一样的。一样的，他这一份你也差不多有。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两个是整到一起的。这个好，这个就非常好。对，因为你们是一个节目，共同的一个文案。挺好的。因为我刚才看了他们别的组的那个，就是大家都挺成熟，挺不错的。但是现场你们俩，记住，虽然你们此刻是共同被考核，但只要在场上2个人就一定是彼此成就的。就只有你们彼此拖着对方好，这个整体才能够更好。这个也是我俩昨天沟通的时候，我俩觉得挺默契的一点，就是我俩都没有画得很明。对，没有画。这个第一个是，然后第二个是我俩就是比较遵从自己心里说，比如说子泰有他很想问的，我有很想问的，然后其实这2个对我俩反而我俩都不一样。对，我觉得就是把在共同这个基础上，我们有各自的更想去探索的点。其实就聊出来就可以了。是。进入状态了。进入状态。你们现在紧张吗？我倒是还行，王玉呢？有点儿。王玉，你的问题最后再把它变成你自己的话的时候，不要大，所以我要求你把你所有的问题变成一个生活当中你们聊天的那个语境，就是你不要太限于说我自己想知道什么，或者我自己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是你不要去追求你认为的深度。这事儿还是会有点压力大的。你在这里吗？不行，让我紧张。别紧张，有我呢，兄弟。天塌不下来的。Trust me。Trust me。子泰又元气满满了。反过来了。我们2个会配合的无比默契的，玉哥。咱们可以准备走了。Yes， 好嘞，我们2个我们准备好了，老师。那我们走了啊。好，好嘞。See you later。拜拜。上战场了。老师，您有没有什么缓解紧张的方法？我其实每一次上场前我都会紧张的，但是那个紧张是特别好的，有时候没感觉就特别糟糕，就今儿啥感觉没有。我一紧张就想扇自己。这是什么？不是什么习惯？就是想赶快说，转移一下痛感。哇，到了耶！这个是我们录的脱口秀的地方。我看见都会紧张。来，我们走吧。哇 OK， 哇，这是我待会儿待的地方。这是你们的主场。可以。这个我笑死了。我们那个节目叫《遇见他们》，对他们把那个 WO 给我弄掉了。是，我说遇见他们是一个全女的访谈吧？太逗了，这个到今天这个梗非常好，适合今天，的确。The man， 这个肯定为你们今天特制的。4个男生。你们俩自己选择，你们愿意想坐哪儿？我也没有一个。你们感觉就瞬间感觉哪儿对就哪儿对，直觉不犹豫。坐吧。OK。此刻主场是你们啊，你们需要什么，你们随时 Q 我。好。你们就是主持人，现在。需要跟工作老师要点热水。我来问他们，你们俩先摆东西，感觉。对，你们摆你们的东西，感觉一下。哎呀，喝茶呢。好专业呀，你们这些男孩现在生活都很精致，太好了。事先做一些功课，这个准备还是不错的。他们俩一看明显就是喝茶的。设计准了吗？对。哎，我们现场有没有喝的东西啊？我把茶带过去。对，我们可以带壶茶过去。
哎，那杯呢？茶杯呢？我现在买几个？我上网上买4个。你平时是喜欢喝茶吗？确实也喝，但我不喝花茶。我那天还很疑惑，为什么给我弄了个花茶？老师是这样，不好意思，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壶它可能需要一会儿，您大概在5点多的时候，您帮我们新烧一壶可以吗？因为我刚才没有考虑到，就是其实我们还要等嘉宾一段时间，但可能这个等的过程中可能就凉掉了，所以可能麻烦您得5点多后，5点的时候您帮我们烧一壶，我们后续可能会用，好吧？麻烦您了啊。他们在现场考虑的很周到，这个还是很不错的。咱们把灯试一下，3、2、1。那就我简单的开个小场，然后我接那个状态即可生成。他们还有几分钟下来了，差不多，应该也差不多准备好了。好，啊，子泰，不是，你是不是要出来了？哎，哎呦，帅！好冰，好冰，是不是？走吧。来了，即刻上场。加上这个氛围，整的好像混世魔王来了，这个太吓人了。嗨 Hello，嗨，你好，哎，先你好，你好，你好，小胡，幸会。啊，你好 Hello，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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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你好，你好，谢谢你好，哎，导演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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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Hello，我是王玉，然后是阿泰，对，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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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边走边说吧。来，你们入座。好。你们今天是主角，别，拜托两位了。我们是串门的。你要走了是吧，鲁豫老师？我在旁边看，这边是你们来。那你们就好好聊，我在旁边看你们，谢谢。超品台，这是一个要把所有的真话都说出来的一个地方。对，场子交给你们了。好嘞。我们给你们准备了点茶，对，准备了点茶。哎呦，谢谢。谢谢。你们俩可能需要想一个怎么开始，不用一下起范儿，大家都紧张，自然的开始。但说实话，我想了很多次，怎么跟两位见面，结果刚才师哥，你们要搞一个什么仪式吗？我们也怕那种，实际上特别正式的那种欢迎，感觉就有点坐不下来那种。对。咱俩都是 INFP。哦，导演您是 I 人吗？我爱哇，那咱们4个 I 人今天4I， 漂亮 ，F4，太好了。你俩谁是中戏的？他是中戏的，哦，你是中戏。我是19播的。哦，那咱俩就差1级。对啊，我是22播本，我是中传的，对，我是08级的。大师哥了08级吗？俩校友，2中传 ，plus 2中戏。然后今天这个本来不是鲁豫老师的这个之前的录制的空间嘛，他们是一个新的节目叫《遇见他们》，你看那个 The Woman Unit， 然后现在变成了 The Man， 把那个 WO 去掉了。之前是一个全女的访谈，然后现在咱们是全男，就是为了我们。这样其实也舒服。对，就我们不会有很多隔阂。没有我了。因为你们目前还不具备跟嘉宾之间这种个人的熟的关系，所以考虑共同连接。有时候共同的连接、共同经历，可以让我们获得很多提问的权利。胡先煦，天津人。你们都哪儿人呢？我是河北的。你河北，你是哪儿人？我山西人。山西人。哟，哎，师哥。我四川人。我四川人。他河北就是驴肉火烧，对，是吧？我是最喜选欢驴肉火烧。天哪！四川是兔头。咋他主先导的？煦是好主持人，哇塞！火锅兔头，对。然后山西就是刀削面、醋，对，老白分。
聊特好，就这么劲儿开始啊！你们随时 Q 我们，随时都无所谓。没开始吗？随时一直录着，一直录着。我们可以随时开始，就是如果想聊聊，我们就再聊一聊。打个板儿。那行，3、2、1，Go！来 ，OK。那今天其实这个导演跟先旭今天来，其实是因为有一部剧要上嘛，叫《即刻上场》，其实跟我们两个现在的境遇特别像。对。聚焦的是律师的行业，然后也是这种一群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在那里竞争一个 offer， 跟我俩真是一模一样。看到我俩的紧张是不是？我俩一开始还想说，如果用一个词总结我俩现在的状态，就这2天的状态，因为录制还是蛮辛苦的。对，真就是即刻上场，即刻上场，真是，天哪！所以其实我俩今天也就是抱着请教的心态来，而且是真是有很多心里话，真的是想跟大家交流。不得不说，不得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箭在弦，确实是。我其实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这录节目其实有点超现实。咱实际工作中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不会这么强度，对，这么大的强度，因为它还是要考虑一个观众的。是。然后其实我本人是不喜欢任何比赛。因为我觉得比赛这件事特别残酷。今年我刷新了一个看法，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说他特别爱比赛。谁？这名字我就不透露了，是他享受比赛。你看，其实奥运会就是有很多人就是热爱比赛，享受比赛。那你刚说不爱比赛，但其实像剧中的角色嘛，江晨他其实不得不面临这种跟别人竞争的这种问题。那你就是怎么带入这个角色？你觉得？这个就不得不提到我们优秀的编剧张威老师和我们特别可爱、特别棒、专业的导演邓科老师，他们在这个前期工作就已经给我解答很多东西了。但是我们在前期围读的时候，我跟导演和编剧，我其实提出了我对我这个角色的一些不解之处。他们特别积极的去给我答疑解惑。作为一个演员，其实你比如说我们演的要是主持季，我们可能更好抓一点。但是作为一个职业的演员，去演律师，抓一个律师，这个我有时候抓不住的。因为你第一次演律师。对啊。对。然后他们就给我加了很多能让我抓得住的东西。然后包括导演也是，导演有一次在现场，我说你在埋头稀稀疏疏，你在那干嘛呢？他说我在给你写。挺好的，进入状态了。对啊。而且尤其是师哥，你刚才说到，其实你不太适应这种竞争，但是尤其是这个又是律师，然后他还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跟别人竞争，有没有说在这个角色里边会觉得 OK 哪一个地方或者他哪一个竞争的环节你很不适应？其实我是适应。我觉得我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参加过太多比赛，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参加很多比赛嘛，我觉得很残酷。然后包括拿第一当然很开心了，但是在我经常看第2名的小男孩在我旁边哭泣，也是一种小小的凡尔赛。不，我也拿过第2、第3，我也拿过不好的成绩，我也拿过什么铜牌，甚至什么参与奖，我也会在旁边哭。然后我还记得我以前精心准备的一个说快板，一个选段，对，一个表演片段，准备了多少词儿，然后最后输给了一个另外一个选手，那个选手的才艺是边唱歌边那个耍那个悠悠球，那也是杂技，对，但你们3个就排在同一期啊，你们要从你们3个人选出来一个今日之星，一个是玩悠悠球的，一个是说快板的，你说这怎么比？那导演您刚刚像这个先旭说了，他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这种竞争，所以导演您当时选先旭演江晨这个角色，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要记住这个谈话场一共有4个人，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嘉宾，就所谓一个谈话的一个氛围，你们4个人都是要有表达的。演江晨这个角色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首先他对吧，现在出了名的是既年轻又貌美，对吧？实力派演员。然后除了年轻貌美，我觉得他是年轻的这一代演员中我认识的，属于特别爱思考、特别爱学习，然后特别聪明的这种类型。
就包括你跟他聊天，你其实能感觉到，对吧？就我们在现场，我们除了聊，比如这场戏怎么拍、怎么创作外，子泰做的挺好的，他注意到了导演一直没有说话，特意关照了导演，这点是很重要的。哦呦，这个好。我不像是在一个跟我比我小10岁的一个人去聊天，因为有思想深度。对，有时候我跟他聊完天，我会觉得可能收获更大的一个人可能是我。那不至于，花飞了，马上要飞到棚顶了那个。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也相当于刚刚步入职场嘛。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刚进来的时候，觉得不论是面对同事们，还是说面对我们的代教老师，面对我们的领导们，其实有很多很纠结，就是你想表达，但是又不敢的那种纠结。导演您懂吗？就是跟谁？跟代教？就是跟代教以及跟同事们，就是在处理关系的时候，就是我想知道，就是江晨在剧中他会不会有我们一样的这种苦恼？江晨没有吧？江晨一上来就去跟律所的主任打招呼了，要不然明天吃顿饭啊。他的那个出发点和他的那个逻辑是，我想在你这工作，你告诉我你的要求是什么，我会尽我最大努力的去完成。所以它是一个平等的对话。对，其实我们之间的很多，比如我们跟领导之间的这种痛苦或者不敢张口，其实是我把他们想象的太差。那不，也有神经病的领导。不，这个咱得分开谈啊。这种性格你认同吗？就是如果说真的作为胡先煦本身，你认同江晨的这种性格吗？我这一方面我是认同。你是很赞赏他这种性格？我是赞赏人人平等这个概念。对，我觉得没有尊卑之分，只不过是有长幼、经验。哎，我觉得长幼是我在我的这个价值观里，我觉得是存在的。那你应该演得很爽啊，就是你很认同他的性格，他其实在一定演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让你觉得他来实现你的一些想法。但你看，我跟江晨有一个，就是我今天还说，我说我在那戏里，江晨做了一个和胡先煦截然不同的一个选择。什么？这个事儿呢，让他作为江晨很苦恼，但是作为律师，他必须得把这事儿完成了，必须有一个妥协。对，在他的这个性格底色里边，他说我爱这个职业，这个职业必定是要做出这样的妥协，要把自己往后放，把自己的职业性往前放。如果是胡先煦本人的话，我可能会转身离开。对，他做了一个不同的一个选择，但是那个选择是多方面的压力下，一方面长时间的这种高压的竞争，一方面又他考虑到自己的职业性，一方面又在和自己的原生家庭开始做对抗，然后他是种种压力把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很会说哎，真是好的被采访对象，你很会说。我听完你说以后，感觉你更像哪吒的性格，就是我要去那倒也不是，因为我其实工作很长时间。而你是11岁就开始。我说实话，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是，其实小演员在这个行业里是不被尊重的。以前我小时候拍戏的时候，都不是副导演，是那个执行导演下边的执行导演，再下边的那种演员副导演，就是他在现场挨骂，回来就骂其他的小演员边角料那种。当时你又很需要这个机会，而且你太小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反抗。听着。挨着，对，然后一点一点长大，对，经历过，确实经历过，所以我其实现在是更注重保护。我每次看到那个现场有的小孩什么的呼来喝去的，我就会生气。就从一些方面来说，你也很共情江晨这个人物，其实有时候你也是心疼他的。这个问题也好。我觉得这个戏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而且让我觉得，我希望观众去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剧，是因为我们这个剧每一个角色都很让人共情。他是，你看我们君安、王悦的提问都很有思考，能够引出嘉宾有效的、有内容的回答，这种就是一个好的访谈。
我要一直把它做下去。有的人是我爱这个职业，但是我要达到某个我想达到的位置，我要跟着我自己的心走，我不会不择手段。有的人是会不择手段的。对，所以我们提供了其实更多的价值观和更多的可能性。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立体，就是其实是每个人在寻找自己人生意义的时候，拿到那个 offer 的时候，他真的不是说一个律师的 offer， 一个律所的 offer， 他其实他是往他人生那个 offer 来走。其实他有一句台词嘛，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奔着这个 offer 来。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好像发现每个人都拿到了比 offer 更重要的东西。对啊，就是其实每个人发放 offer 的形式不一样，但是我们在拿到 offer 前的那个纠结、那种等待，包括先旭哥刚才说这种不被重视到被重视这样的一种过程，其实每个人都是能感同身受的，而且我觉得是一样的。对。子泰是不是已经很久没问问题了？这一段是王宇来主导的。哎呀，我觉得现在我特别期待，对，但是我还会想到整个这个剧，我会想到一个关键词啊，就是其实还是有这种竞争的。其实你们包括可能2集、3集就会有一个人淘汰，就会有一个人加入，其实竞争是弥漫在整个这个剧里边的。但我们其实也会有这种竞争，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挺想去跟大家请教一下，不管是江晨也好，还是任何的这个选手也好，他们会面对各种竞争，那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是不是面对一种相同的困境？这个问题有点过于深度了。啥困境呢？就是他是想说，你看我们两个今天跟2位的这个对话，既在考核我们两个既是搭档，也是竞争关系。我该如何平衡我自己心里，我又想赢，又是我的搭档的这种。哦，我也懂了。是我们要面对共同的困境，就是既要合作又要竞争。我自己拍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它很难。这帮小孩就在那个律所打生打死，完了之后还回家一块涮火锅。但是这不是我俩吗？对。哇哦，一锅，看着就好香哎！我来尝一口。算了，第一口奖励给你吧，玉哥。哇哦。So sweet。哎呀，会做饭，好吃的很牛啊！这不是我俩吗？对，没错，你俩在那这上说，对，我俩。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其实我上大1的时候，我觉得主持这个事儿还挺简单，因为无非就是我上去拿着手卡念稿。但是我现在就是你看进了台里工作之后，或者在参加这种节目，我会觉得主持这个事儿我越来越难，敬畏心会越来越对，我觉得越来越害怕。拍戏也有这种感觉，演戏这个事儿是不是也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小时候没有那么多包袱的时候，觉得特别简单。对，就好像上了大学，真的接触那种系统的理论上的知识之后。你会觉得哇是这样的吗？这个不能再那么干了。对，然后它会辐射出来很多新的东西，比如说你又得开始学剧本分析了，就这个事儿评价体系变多了，对吧？反而更有时候更犹豫了。他们4个人的聊天有一种专属于年轻人的谈话场。我们是一帮年轻人，真的在拍年轻人的事儿。对，拍纪录片有的时候都会动一些恻隐之心的，更何况拍剧呢？我们都希望这些年轻人最起码的快乐。因为有场戏嘛，我觉得特别那个拍茶水间的戏，拍着拍他从画外出来的时候，拿了一个面包袋抹果酱，你太松弛了。我老是给他一些新的，你要拍到一半偶尔加一点别的东西。因为之前我其实真正见面之前，我其实还给蒋老师打了个电话，我说那个您印象里的谦虚哥是啥？他说就是聪明。他对我好像一直都是这个评价，就好像除了聪明没有别的优点。而且王玉跟子泰配合非常好，是相互拖着的。你能看到王玉在主控节奏。哪种环境下的这种表演方式会是你最喜欢的？我想演戏，其实我没有正儿八经的演过戏。你再看之前小时候的那个表演的状态和现在，会有不一样吗？最大不一样，长得不怎么一样。小时候特可爱，我这流派还是那个流派感觉。子泰就像相声中的捧哏一样，在全场都夸你，突然就挨夸，这你受得了吗？主持人没法评判好坏。
就是真的是，如果你爱这个事儿，一直做就好。我看小胡很多的采访，其实证明非常有思想深度。我是真是乐意聊天的那种类型，但是我是怎么说呢，老跑题。没事，我们今天随便跑。我能演愣啊，但这边有一个更愣的。那就看我们主持人自己了，好不好？对，我们都是你们最丰富的素材。怎么意思？要把我换了？精彩。而且能够感受到他们4个人都越聊越轻松，就像4个男孩在宿舍夜聊一样，多好。越来越生动。玉哥终于遇到了他最适合的一个节目形式，一个场。对，之前老感觉他这些深入的东西无处安放。但是我都会想，那种被选择的感觉会不会更提前？因为你从很小就开始接触这样的演员的机会。我只能说是到现在也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演员就是一个一直都在被选择的一个职业吧。其实我们现在也处于一种被选择的状态。我的心态是真的没有办法处理的那么好。你能给我们支招吗？我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也不是那么长，然后我也从来没对外讲过。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儿对我的冲击很大。就是有一天我们正常，我跟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老师在一起吃饭聊天，然后呢，我们到后边我们就打着玩，然后哇，不知道那天怎么了，我俩就是老是差一点就赢，差一点就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真遗憾，咱俩每次都差一点赢。他突然转过来就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先旭，我这一生到现在永远都每一次都只差一点。我当时差点我就哭出来了，我当时马上就要哭出来了。久久的说不出来一句话，我就这样看着他，然后我就很难受，我特别难受，然后我就说这句话实在是太有分量了。然后我酝酿了很长时间，我说，哎呀，你这话说的让我很心疼。他的反应是，那你心疼啥呀？我觉得这挺好的。这个事儿才是给我最大冲击的一个地方。你有啥可心疼？这不很正常吗？不是那句话给我的冲击，而是他面对这件事儿的态度。就是我差一点幸运就差一点幸运，我依然很快乐。这也是我们真正向往的一个姿态，和这个世界交手的一个姿态。就咱俩零蛋就零蛋吧，我感觉今天已经很快乐了。就比如说有一个人过来跟你说我特别心疼你，你一直零蛋，你心疼啥呀？我很快乐，我比得很开心。对，我今天很开心啊，我今天跟大家聊天很开心啊，零蛋就零蛋呗。你不能光看什么时候赢，这也是一种态度。这是一种态度，就弄得我跟小丑似的。我说，哎呀，我特别心疼你，你心疼啥？但那个是给我启发挺大。那感觉那一天比赢一晚都有用。是。我觉得子泰在悟，他在一点一点，对，他是真听进去了，击中他。导演会觉得这种感受会在这个剧里边会有，年轻人嘛也会，对，有不被承认呀，不被父母承认，不被带教律师承认，但是他依然去很积极的。对，我觉得像他说的一样，就是他首先得做好自己嘛，可能有前有快有慢，有先有后，但是我觉得只要做好，总会有你最想要的那个东西来选择你。对。年轻人这3个字，他其实好像已经不再代指的一个是一个年龄了，它好像指的是一种处境。处境很重要，很重要。特别同意，我特别同意，对。因为是因为我们两个，我很忐忑，是因为我们两个之前纯素人，
但是这个节目播了之后，其实我们会或多或少的会受到一些关注。我不知道我在这个节目当中的表现如何，我不知道播出之后大家会喜欢我、讨厌我，或者是甚至是厌恶我，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其实我面对未来我很迷茫，我不知道未来我们会获得怎样的。你就带着这份迷茫往下生活呗，就是扛下去。给你搞得受不了了，你就走。这个我觉得就一点不用担心，就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对，对你作为公众人物，你被评论是必须的，我觉得。不是你俩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想拿到 offer， 还是想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些关注，更好的为接下来职业更好的发展？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人就是还蛮贪心的，就是既要又要，对。但是我觉得是在既要要的过程当中，你会就是扭曲自己。所以说，一开始我觉得我又想拿到 offer， 又想得到关注，对。但现在我就想，如果说我就在这个节目里，我从这个访谈当中学到什么，我从我的考核当中学到什么，我就可以了。所以说我发现，当我自己去专注做自己事情的时候，那种焦虑感会慢慢降低，对。其实我的心态是一直在变的，就像我可能刚面进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说我要争取一下这个 offer， 然后一开始很雄心壮志，后来0分就慢慢的就降下来了。然后但是后来就比如到今天见到鲁豫老师了，然后认识了这么多的老师，我就会觉得哇这一切好像很值，我就值了，我觉得有这些就够了，所以我就会觉得好像拿不拿也没有那么的重要了。这一路我其实收获了有成长，有认识了大家。各种的收获其实高兴快乐，对，我觉得就够了。但你们该争取还是争取吧。对，是要争取的，是该做好自己的。对，我觉得你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事儿，我觉得你都有自己的玩法。你比如说，我就要拿 offer， 那我就在专业上使劲着急，这是一种玩法。或者我希望被更多人喜爱和关注，那我俩零蛋组合，我俩就耍零蛋，耍得开心，耍得快乐，一样有很多人喜欢我们的。不仅零蛋，还零蛋出一些优越感，这个也可以啊，对吧？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完全变成光脚的，我俩就零蛋，那怎么了？那怎么了？对吧，王毅又能粉又，但不管怎么样，你不能态度消极。对，态度要端正。对，态度不能消极。这个确实是，今天我们是来那个给自己打鸡血的，对。那如果能帮到你们，我们俩就没白来。能帮到，真的能帮到，真的。我们从见面那一刻，我就觉得已经手心不出汗了。对，因为我们其实来之前很忐忑，我说万一我说俩人不说话咋整？他在，你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他俩像过来心理咨询似的，被胡咨询师好好的开解了一把，通透。整个的氛围场非常的开心，萌萌安慰。结束了。所以最后，如果说这个剧真正开播的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压力，是竞争，是这个竞技，其实还是会看到我去如何面对我自己。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我们这戏里。一方面职场比较重要，另外一方面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其实跟你们是一样的嘛，你们又是对手，又是同伴，对吧？是的，又是朋友。结束了不可能不联系了吧？他还得请我吃饭呢。对啊，我结束之后就咱俩吃点。我一定会跟我身边的朋友们广而告之的，告诉他们，你们在这个剧里边不仅可以看到竞争，也可以看到自己面对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对。而且今天真的很感谢两位，期待即刻上场，然后也期待你们播出之后的得几分。谢谢，多谢，真的辛苦你们两位说感谢，来导演非常好。你们得真的，你们得谢谢小胡，你们俩先谢谢小胡，先谢谢小胡，我们拥抱一下，然后谢谢导演，谢谢导演。然后你们俩先撤，我先跟两位嘉宾聊聊，好吗？啊，辛苦你俩回去休息吧。那我们先去，好，拜。哇，很好，刚刚聊了90分钟。小胡关键很懂，就是两个刚刚出道新人的那个状态，所以你知道什么时候给他们点劲儿，什么时候接住他们的话。但就能感觉到他俩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度觉得有点离稿离得太多了，想往回蹬，
我有几次聊到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在往回蹬。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他为什么不接着往下问？对，他应该接着往下问。那个是的，是会出内容了的时候。是的。然后，但是我又能理解他。确实可能被这0分困扰的有点多，他想完成他的那个主线的那个东西。对，因为有些时候他们其实也不敢，就第一次他们也不敢，就不知道我往下挖那个分寸感是什么。我觉得他俩准备的也非常好，问了我们很多，我们真正想找机会去输出的一些东西，我感觉你是不是影响王玉挺多的？我刚刚有一度幻视，我感觉是你坐在我对面，我感觉有点像那个感觉。我其实也不希望这样，但是我把我的很多的工作的方法告诉他们。就比如说我此刻我就是不行了，我此刻我就是紧张，我就告诉你，我说小胡，我现在就是紧张。那你瞬间你就会跟我共情吗？我觉得真的他俩很厉害了，已经很厉害了。他们俩特别好一点，特别。就真诚，很真实。对，我觉得他们俩今天已经忘了他们俩要比赛这事儿了。你有这个感觉吗？对他们俩之间是彼此成就的。对，所以这个状态我觉得挺好的。对，阿泰完全今天在给那个王玉在溜缝，我觉得而且溜得很好。哎，你这个感觉我觉得特别对。我觉得这就是放下竞争之后，真的在认真的在做事儿的时候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对，就他俩，我刚才在聊的时候，我其实也偶尔的会想着主动的、客观一点去评论这俩哪个在专业上更好一点，完全没法评论。其实没法。你到底是说，你就好像说相声捧逗哏一样，到底是捧哏重要还是逗哏重要？他们俩其实还挺适合做搭档的。对，他俩好适合搭档啊！真的，不像第一次合作，对吧？不像第一次合作，他俩感觉很熟了。对。而且他们俩是，从接咱俩开始，我就不觉得他们俩那个竞争的火药味重，一点没有，就互相插缝的做欢迎，做完欢迎做开场，做完开场正式聊，也一直在互相插缝。他俩这回确实也是该他们得分的感觉。该了。真的，别耽误你下面的工作。好。谢谢。哎呀，你太好了，小胡。以后可以约一个长的。可以，真的。聊他个4个小时。绝对可以，你绝对有的聊。走。你们俩今天的我觉得合作的很好。我跟你说，能够剪出一期很不错的。哇！一定是能剪出一期。说你们这个能够谈话的感觉，这个松弛的感觉是挺好的啊。然后这样有时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不是一个人对2个人，就2个人对2个人，他互相之间的配合特别重要的。你们可以考虑来个组合以后。真的吗？真的，因为没有一个年轻人谈话场。好像还真是。挺好。我今天一看你们表达状态，我觉得它很像一个就是谈话的一个感觉。你们是年轻版的《锵锵三人行》。哇，这个评价很高了，这个评价非常高。走，咱们还上车回去。Let's go。